美国商务部周一表示，将撤销特朗普政府去年9月发布的禁止与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和 WeChat 交易的禁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警报就此解除。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仍在对 TikTok 进行审查。观察认为，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执政风格及推翻前任的结论，重新审视和调查。那么，美国究竟在盘算什么？来看报道。此次撤销禁令是针对特朗普去年8月先后发布的2项禁止在美国司法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公司与 TikTok 和 WeChat 及其母公司发生任何交易的行政命令。这2个禁令在法庭受阻，一直没有正式生效。特朗普今年1月在卸任前还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与支付宝、腾讯 QQ 等8个中国软件应用交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法庭以武断和任意为由推翻了特朗普颁布的禁令。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表示，特朗普签署过4项有关保护信息的行政命令，拜登只是撤销了后面3个针对 TikTok 和 WeChat 等中国应用程序的行政命令，还有一项是特朗普2019年5月签署的保障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外国对手对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及服务的威胁，并授权商务部长可以禁止对美国国家安全或美国居民安全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交易。古举伦认为，拜登没有撤销这项要求美国政府防止信息转移至外国对手的基本框架，在理论上，他仍有权对那些公司及其他对美国个人数据构成潜在威胁的公司采取行动。Life is going to be much less chaotic under a Biden administration, at least in the near term, than it was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decision that had come together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largely political. It wasn't comprehensive. And it even saw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administration acting as deal maker in terms of trying to have a hand in the sale of TikTok's U.S. business to Oracle and Walmart, which 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 think strains the boundaries of acceptable behavior by the White House. 对于美国政府逐步撤销相关禁令的决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发布会上曾表示，我们注意到，美方撤销了上届政府针对 TikTok、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高峰说，但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而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在对 TikTok 进行审查。我们希望美方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撤销禁令后，最直接的影响是，微信和 TikTok 在美国又可以合法使用了。不过，能用多久并不好说。根据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拜登的新命令将指示商务部审查与外国对手相关的应用程序，并列出他应该考虑的不可接受的风险。他还指示商务部与其他机构合作，提出保护美国消费者数据免受外国对手攻击的建议。他也有可能呢，跟中国呢要展开一个交换。通过允许他们呢在美国运行有条件的运行，不损害美国利益的运行同时呢有可能这样想利用他们呢打开中国的市场，为美国的社交媒体的应用在中国市场运行可能要提供一个交换。此次白宫更是明确表示，在本命令发出后180天内，商务部长与国务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商务部长认为适当的其他机构负责人协商，应向总统助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提供一份报告，建议采取额外的行政和立法措施，以解决由其拥有或控制的人员设计、开发、制造或提供的相关软件应用程序的风险，或受外国对手的管辖或指挥。这意味着后续的调查和审查仍将继续，而如果无法通过调查，这2个社交软件在美是否能够存活，依然充满变数。不过，在此之前，至少有180天的缓冲期。有观察认为，从白宫最近一些招数来看，与特朗普时期的高举高打、快速出击的风格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会给事情带来较强的不确定性。而如果预期不明，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实体的发展，制造不确定性，维持不确定性，打乱对手预期并从中获利，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美国持续使用的策略。美国政府就可利用它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不确定性根据它这样一个需要
来对于有关的这样一个标准呢，这个在落实的方面呢，就是说或紧或松那么这一块呢，来增进它的这样一个利益。那么这个确实是为这些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的运营呢，就是有可能会继续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风险是很高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撤销 TikTok 和 WeChat 的交易禁令，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会放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本月初，拜登就以所谓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外界注意到，新命令是对美国政府此前一项针对中企命令的修订，扩大了打压范围。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为禁止美国投资者对所谓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列入了31家电信、建筑和技术产业的中企，旨在阻止美国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买卖这些中企的股票。特朗普离任前将该名单扩充至44家，而拜登政府此次是将列入投资黑名单的中企扩至59家。此外，美国还试图干预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国华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投标了一项世界银行牵头在太平洋铺设海底通信电缆的项目，竞价比芬兰诺基亚旗下的阿尔卡特海底网络和日本电器等竞争对手的竞标价低20%以上，在竞标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个项目计划连通一条通往关岛的敏感电缆，触动了华盛顿的神经。他们给参与该项目的3个岛国发所谓外交照会，称华海通信前身为华为海洋网络，妄称中国公司会对其构成安全威胁，使得该项目陷入僵局。世界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正在与相关政府合作，制定下一步计划。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记录，各方应提供一个非歧视的商业环境，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企业都能参与进来。美国呢，他就是说为了呢一己私利为了呢就是说要掌控他的这样一个全球的信息霸权、情绪霸权就是他要继续的掌控全球的通讯的基础设施，要把这个权力呢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引发各方关注。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正式欧洲行结束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最有可能的继任者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许多欧洲人对拜登针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产生疑问。他称自己与默克尔一致认为，中国不仅是系统性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当被问及是否认为拜登想要将欧洲拖入新冷战时，拉舍特说不，但他同时强调，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方面，西方应避免陷入冷战思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周二发表的致中国在美侨胞的辞别信提到，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做出选择。好，相关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商务部称将撤销 TikTok 和 WeChat 相关禁令，那这是否意味着这2家企业可以安心在美国运营呢？主持人好，美国商务部撤销相关禁令呢是好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2家公司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安心经营了。我估计可能相反，不仅呢这2家公司还会遇到麻烦，而且更多的中国公司会受到限制。拜登呢推翻了特朗普的禁令，并用一项加强对外国应用程序审查的命令取而代之。这个命令呢要求美国商务部监控 TikTok 等多个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应用程序，并且呢在120天内向拜登政府提出建议，以保护这些被这个外国对手控制的公司获取或者是访问美国数据。美国商务部宣称呢，要严格的评估外国应用程序带来的风险。那么很可能呢，在120天以后，美国再以这个存在数据安全为理由下这个禁令。拜登政府下手呢狠，但是呢很会伪装。他不直接说呢中国企业，而是用外国公司来替代，实际上呢是下调了阀门，可能呢会限制更多的中国企业。那么类似的时间呢，拜登呢政府已经做了。前不久呢，拜登政府下了投资禁令，比这个特朗普给出的黑名单呢还要长，受限的门槛更低。为什么呢？特朗普的禁令呢
一次次受到了法律挑战，经不住法律审查。拜登呢，这个不再直呼中国的名字，不再指名道姓说呢是与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而是用模糊的语言说呢是在国防和监控领域的企业，这样限制的对象呢就一下子给扩大了。这个国防监控领域几乎可以囊括所有技术，比如说手机制造商小米，美国可能找不出与军方关联的证据，但说是监控领域呢，好像都不用找证据的。小米呢，它就是一个这个 AI 企业。那么同样呢，对 TikTok 和 WeChat， 特朗普呢想阻止美国人下载，美国人可能都不答应。但是拜登说呢，可能涉及数据安全，会影响美国人的数据隐私，那么就很容易编造理由来限制中国的企业，就像呢编造病毒来自实验室一样。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美国呢还会对中国的应用软件企业下手的，打击面可能会更广。在美国的插手下，华为参与竞标的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搁浅。那您怎么看这件事呢？虽然华为呢是美国的眼中钉，但是太平洋海底电缆项目搁浅呢，却不针对华为，而是针对所有中国企业。这和我们刚说的 TikTok、WeChat 的这个行情呢是一样的。美国形成的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就是所有中国企业呢都不安全，都可能给美国带来危险。所以呢，美国现在呢，这个颇有逢中必反的情绪，就和拜登呢在这个欧洲行啊这个路演一样。那么在对待中国及中国企业上，美国呢已经不按照这个经济规律办事了，而是以政治代替经济，以抗华代替竞价。那么参与竞标的华海通信，比竞争对手的竞标价格呢要低20%。那么任何一个脑子很正常的人呢都会选择。但是美国说不安全，直接把标呢投给价格更高的企业，显然呢会被世人耻笑，所以呢就来一个搁浅，暂时停下来。那么类似的事啊，今后恐怕还会有很多。凡是美国能够插上手的项目，都很难给中国企业很难接受中国技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准接班人说，与中国竞争，西方不应有冷战思维。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欧对华政策有所不同？欧洲还能实现战略自主吗？这是个好问题。那么在拜登上台前呢，准确的说是2019年，欧盟呢就提出了新的对华政策定位，也就是系统性竞争对手。前几天呢，拜登和欧盟的峰会公报中所讲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他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的。欧盟呢早就给提出了，欧盟的这个对华政策定位呢有2个含义，一是竞争者，二是合作伙伴。当然呢，也就反对冷战思维了。这与美国的全面竞争对手或者是战略竞争对手是有所不同的。美国呢只讲与中国对抗，但不说合作。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与欧洲的这个差别呢是十分的清晰，但是欧美之间的共识呢在增加，甚至说呢共识远大于分歧。因此呢，中国在对待欧美的时候，一定不能夸大他们的分歧，而看低他们的共识。毕竟呢，人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是一样的。欧盟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竞争对手，这竞争呢是第一性的，这对手呢是第一位的。他们呢会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与中国对抗，在人权、民主、自由等方面呢来挑战中国。在科技和产业上与中国竞争，但是呢，在经贸和市场方面，在气候、这个对抗疫情、地区争端等国际议题上，会和中国合作。可以这么说，欧盟呢不是美国的木偶，但仍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在中美之间呢，这个欧盟不会站队，会以利益来衡量自己的策略，但是呢，会与美国呢更靠拢一些。那么在拜登任内啊，欧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这个战略自主，但仍然呢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这些呢都要看这个德国今年的选举和法国明年的选举。这个德法新的领导人呢可能会促使欧盟对华新定位，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针对一传媒及苹果日报2名高层被起诉一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事件涉及违反香港国安法，与新闻自由无关。新闻从业者更应该熟悉香港国安法。香港舆论对于林郑的最新表态有何观察？
一传媒董事会要求特区政府保安局给他们的资金解冻，理由是给员工发薪水。港媒为何怀疑一传媒董事会的真实目的是保护老板黎智英的利益？田飞龙深入解读。有报道称，美国拜登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考虑对新疆产的太阳能材料实施禁令。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举措，并作出必要反应，坚决维护自身权益。美国政治新闻网周一援引4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以所谓的强迫劳动借口，禁止美国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多晶硅。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会在何时采取这一行动，也不清楚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是否会对整个新疆地区实施进口禁令，还是针对特定的企业采取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其真实目的是限制打压中国有关方面和企业发展，是在搞强迫失业、强迫贫困，搞不公平竞争。中方已经多次澄清事实和真相，美方应尊重事实，立即停止恶意散播虚假信息，并基于虚假信息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举措，并作出必要反应，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尽管美国多名国会议员和太阳能产业人士已连续数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行动，但有分析指出，中国制造商占据了全球多晶硅产量的80%，其中新疆地区的制造商就占据了45%的份额。如果美国真的禁止进口新疆的多晶硅产品，很可能对美国太阳能产业供应链造成打击，并极大延后拜登的清洁能源计划。美国太阳能行业原先曾预计，美国未来10年内太阳能板装机量将翻2倍，这一预期可能将会延后。受此影响，拜登提出的让美国2035年消除电网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很可能也会一并延迟。在中国新疆事务上，美西方媒体意图利用他人误导国际舆论，但却反被将义军。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近日接受了美国轴线新闻网的采访，记者乔纳森·斯旺不断就新疆问题进行诱导式提问，并指责巴基斯坦为何不批评新疆的所谓种族灭绝。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则反将义军，批评西方的双标和虚伪。What our conversations have been with the Chinese, this is not the case, according to them. The evidence is just overwhelming. Whatever issues we have with the Chinese, we speak to them behind closed doors. China has been one of the greatest friends to us in our most difficult times. When we were really struggling, our economy was struggling, China came to our rescue. So we respect the way they are. How come this is such a big issue in the Western world? Why are the people of Kashmir ignored? Why is that not an issue? So I think it's hypocrisy. 这段时长3分多钟的视频被美媒发到推特上，试图带节奏抹黑中国。结果评论区不少高赞评论嘲讽说，西方世界突然开始关心起穆斯林了，虚伪。世纪笑话，西方关心中国的穆斯林。那么巴基斯坦总理发布这样的这个言论呢，实际上一是阐明了这个中巴两国在这个合作反恐上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建设的互助合作的这样一个态度；二一个呢是表明了中巴两国愿意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上呢，共同应对地区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挑战。第三呢，也揭示了这个美西方的一些这个无良的媒体在报道有关问题时所采取的这种双标的这样一种特点。实际上，巴基斯坦十分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今年4月，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同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及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参访新疆，先后在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考察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建设、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等领域的发展。莫因哈克表示，巴基斯坦完全支持中国在新疆问题的立场，赞赏并全力支持中国为维护新疆稳定发展所做努力。不止巴基斯坦，截至今年1月，已经有超过11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在西方恶意炒作后到访过新疆。为了让新疆的真实情况得到报道，中国一直希望海外媒体和专家到新疆实地看一看。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周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时宣称，希望年内对中国新疆进行访问，并就新疆人权状况展开所谓严肃评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在涉疆问题上发表言论与事实严重不符。当前新疆社会安定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各族人民的各项人权充分得到保障。但赵立坚也强调，我们欢迎人权高专访华并参访新疆，早已向人权高专发出访华并访疆的邀请，双方一直保持沟通。同时，我们也多次表明，此访应是友好访问，目的是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而不是进行有罪推定式的所谓调查。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此事进行政治操弄，向中方施压。实际上，美西方对中国的抹黑在联合国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周二，加拿大代表一些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借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攻击指责中方。与此同时，65个国家做共同发言支持中方立场，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海合会6国致函支持中方立场，20多个国家准备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和呼应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少数西方国家热衷于编造炒作涉华谣言，打着人权的旗号干涉中国内政，目的是打压遏制中国，阻碍中国发展进程，注定是徒劳的。我要正告这些西方国家，中国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的决心坚定不移，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正在进行中的2020欧洲足球锦标赛也被一些欧洲媒体碰瓷，硬扯上新疆。欧锦赛的商机被一些中国企业看中，12家官方赞助商中有4家为中资企业，分别为支付宝、海信、vivo 和 TikTok。这本是双赢的商业合作，但德国商报的报道称，欧足联正在玩危险的游戏，1/3的赞助商来自中国，并污蔑这4家中国企业都涉嫌在新疆的强迫劳动中获益。报道同时也对俄罗斯和卡塔尔企业成为欧锦赛赞助商提出质疑，称从赞助商那里几乎看不到欧洲价值观。这一论调引发网友和媒体批评。瑞士20分钟报称，中国球迷喜爱看欧洲的足球赛，这就是中国广告商出现的原因。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将这种不良的偏执的政治炒作从这种体育活动当中剔除出去，而不是任其妄为。针对香港一传媒和苹果日报2个高层及3家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一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首度回应称，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港府必定认真严肃执行，不能让法律形同虚设。一传媒董事会周一要求保安局解冻资金，理由是给员工发工资。但有香港媒体就曝光，一传媒不止被冻结的这3个账户绝对有钱发工资。一传媒董事会的真实目的是保护老板黎智英的利益。在周二会见记者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國安法必須認真嚴肅地執行。今次嘅執法嘅行動呢，同一般嘅正常嘅新聞工作係完全冇關嘅。我哋處理緊嘅唔係一個新聞機構嘅問題，亦都唔係一個新聞報導嘅問題，係一個危害咗國家安全嘅嫌疑嘅行為啊！所以唔能夠以話因為涉嫌嘅機構係新聞嘅機構，涉嫌嘅人士係新聞機構裏邊嘅一啲負責人呢，我哋呢一次嘅工作呢，就係喺度打擊緊新聞自由，係完全冇關。換句話說呢，新聞機構裏邊嘅負責人亦都唔可以因為係屬於一個新聞機構而以此作為一個保護罩，係可以唔遵守法律。因為基本法都規定，大家亦都係好支持咧，喺法律面前一律係平等嘅嚇。对于一传媒董事局周一以给员工发工资为借口，要求保安局解冻资金，林郑月娥表示将依法辦事。資產嘅凍結亦都係國際嘅慣例啊，因為佢哋犯嘅法係非常嚴重嘅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所以必須要防範佢進一步去危害國家安全呢啲嘅行為啦。咁究竟係有申請，而係申請之後點樣決定呢？都係依法辦事嚇。就由保安局局長呢嚟到去處理。香港保安局採取的凍結一傳媒有關公司的資金，
是有香港国安法上的依据，因为国安法授予他对有可能用于从事相关犯罪的资金，那么采取法律上的措施。这些限制措施实际上是为了有关国家安全案件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能够正常的推进展开，是为了固定证据，是为了防止危害国家安全的后果进一步扩大，损害进一步扩大。林郑月娥还建议，香港传媒应该對香港國安法有更深刻的理解。國安法嘅要求就係唔好危害國家安全啫，而罪行呢4類罪行呢，亦都係寫得更加清楚。隨住國安法嘅檢控喺法庭嚟到開審，我相信呢，大家會對於呢啲法律嘅詮釋同埋執行呢係更加清楚。但係一般嘅新聞嘅報導嘅工作係唔應該，亦都唔會去危害國家安全噶嘛。我相信各位嘅傳媒嘅朋友呢，都係有呢個能力去掌握乜嘢係屬於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嚇。批評特區政府呢個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有意圖、有組織、有煽動去顛覆特區政府，咁當然係兩碼子嘅事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呢，傳媒係應該有能力可以作出呢個分辨啦。周二，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新聞自由不是免罪牌，反中亂港沒有法外權。香港警方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個人和公司採取行動，是依法打擊犯罪，切實維護法治與社會秩序的正義之舉，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一些人打着新聞自由幌子，一而再再而三阻撓特區依法執法，為嫌犯包庇開脫，就是唯恐香港不亂，就是企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和社會安寧團結，就是妄圖打香港牌對中國施壓。這些伎倆無論怎麼矯飾，注定逃不過失敗的下場。蘋果日報周二繼續出刊，但網絡版的9點半蘋果新聞報道已經於周一晚上停止更新，財經版網頁也於周二凌晨起再無更新。據悉，蘋果動新聞的所有視頻剪輯師全部辭職，國際版、突發版和英文版的主管都已辭職。還有港媒報道稱，蘋果日報的大部分員工已經於周一辭職，包括多個記者。到了當天晚間，仍有不少人收拾物品離開。有辭職員工表示，黎智英被捕後已經有一波離職潮，現在更多的人辭職，並描述辭職的心情是解脫。蘋果日報多年來經營不善，靠黎智英的借款度日，而黎智英長期接受美國暗中資助是公開的秘密。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這一黑金鏈條已被斬斷。蘋果日報的銷量也是經營狀況的真實反映。上周五卻自稱加印到50萬份博眼球，但香港文匯報就注意到，到了下午仍有大量剩餘的報紙堆放在便利店門口無人問津。再晚些時候，開始有人在街頭吆喝免費贈送，但伸手去接報紙的市民仍然寥寥無幾。到了晚上，香港的多個廢紙回收站都出現了大量嶄新的蘋果日報。可笑的是，當天一傳媒網站還報道了有人在凌晨排隊所謂搶購報紙的新聞。有媒體懷疑是蘋果日報自導自演，還有輿論指出，假如蘋果日報當日真的印了50萬份，實在是不明智，因為目前蘋果日報印刷公司的銀行賬戶遭凍結，已經沒有油墨和新聞紙供應商願意供貨。換言之，由於庫存有限，蘋果日報已經處於印一張少一張的狀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平台發文稱，蘋果日報加印至55萬份的傳言不過是吹噓銷量。他更感嘆，如此做法，書目何辜，油墨何辜，堆填區何辜。更有香港網友寫道，我非常認真建議蘋果日報轉做廁紙紙巾，這就皆大歡喜了。香港中評智庫的大數據分析也顯示，無論是一傳媒5個高層被捕，還是蘋果日報自稱印了50萬份，都沒有在香港的網絡輿論場中引起什麼關注。大數據還顯示，這一趨勢自從去年黎智英被捕後就越發明顯。分析認為，這顯示蘋果日報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一傳媒高層被捕是香港市民預期之中的事情。那麼蘋果日報走到今天呢，應該說是它政治化辦刊，內部不斷的這個分歧矛盾以及自身經營不善，
另外，由于它充满这样一个颠覆性的相关行为，导致与潜在客户之间的关系紧张，很多人非常谨慎的与之切断利益上的这个来往，那么使得这个传媒运作的资金呢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这个新闻经营跟新闻专业性，而越来越依赖激进化的政治操作来吸取各方面那么非法的这个来源不明的这个政治援助基金来存活。这也是又使得他在政治跟法律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直到进入目前来看的这个生存的倒计时。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表示，苹果日报带来2个教训：第一，就是不应该把一份报纸、一个传媒作为政治工具，做新闻要客观地做，绝不可以做假新闻。作为传媒，必须经过核实，并要根据法律去做。第二，作为传媒，不应如此狂妄自大，不要以为执法部门不会依法拘捕或冻结其资金。假如黎智英确实有此心态，实在太过狂妄，他的言行可能会影响数千员工。那么对香港这个普选民主的进程，对香港民主政治的运行，对香港爱国者治港的这个落实，那么对香港平台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化的维护呢，那么苹果日报都做了这个负面的这个动作，应该说贻害深远。俄美领导人上周三刚刚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后，3月被召回国的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随即启程返回美国。然而，就在外界预计俄美关系出现转机之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正在准备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表态让欧洲盟友感到错愕，俄罗斯方面却称这是美方一贯的伎俩，早在意料之中。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后，同意将各国的大使再次派往对方国家的首都，以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今年3月，拜登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认为普京是凶手。美俄关系降至冰点，两国大使陆续分别被政府召回。当地时间周日，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正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却表示，就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的所谓中毒事件，即将对俄进行新一轮制裁。For Russia's harmful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So that is coming soon? We will take a backseat to no one. It will come as soon as we have developed the packages to ensure that we are getting the right targets. And when we do that, we will impose further sanctions with respect to chemical weapons. 对此，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抵达美国后回应称，美国类似的做法并不陌生，但很遗憾，这种伎俩无法使俄美关系保持稳定，也不会是俄美两国总统给出的方向。指望一次元首会晤就解决美俄关系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那么同时这次峰会之后呢，实际上两国各自还面临着比较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峰会之后呢，美国国内对拜登的批评声音，包括这种只认为是俄罗斯获利了，而美国是一个失败者的这样一个声音呢，实际上也需要美国政府做一个回应。所以美国在峰会之后又举起了这种制裁的大旗，实际上是显示了这样一个姿态。针对俄美领导人会晤，俄罗斯方面表示，会晤虽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在涉及乌克兰和人权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仍然存在着明显分歧。但普京和拜登进行了坦诚的交流，这本身就很重要。要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与俄方的积极表态不同。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根据俄方的表现来评判会晤成果。沙利文还借用了一句拜登在普京会晤后记者会上说过的一句话。We don't know. We can't predict what the next year will bring. At this point, as President Biden said, 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will be in the eating. 沙利文近来连续接受多家美国媒体的采访，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针对参与北溪2项目建设的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对此，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美国此举是恶意竞争的典型案例，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美国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他同时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对制裁采取对等回应，也可能采取不对等的回应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回应称，美国此举只不过是在掩盖其在欧洲缺乏竞争力的事实。北溪2项目旨在铺设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天然气输送至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项目全长约1200公里，超过90%的管道已经铺设完成。
包括拜登政府，包括共和党政府，实际上都对这种建制派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高压的立场，或者说要遏制俄罗斯发展的这样一个立场都不会改变。所以实际上两党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是有比较明显的共识的。所以看不到在美国国内有很强大的这种可能缓和对俄关系的这样一个力图和意场。相比俄罗斯，欧洲盟友更显错愕。德国经济周刊周一报道称，这是拜登反悔了吗？因为就在美俄领导人峰会前，拜登取消了北溪2号项目的相关制裁，据称是为了不危及美国与欧洲，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然而才过了一个周末，美国又可能出现掉头。尽管沙利文称出于尊重和礼貌放弃对欧洲企业的制裁，但制裁俄罗斯公司也就意味着制裁这一项目，必然影响项目实施，同时可能引发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不满。对此，沙利文试图进行解释。We have in fact sanctioned several Russian entities when it comes to Nord Stream 2. We waived sanctions only on two, and they were not Russian. It was a German individual and a Swiss company. And the notion there, Dana, is that when President Biden took office, Nord Stream 2 was 90% complete. That happen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o the question to us was, will we go after directly using our sanctions power? 另外，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当地时间周一，已返回美国的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与即将离任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举行了友好会晤。安东诺夫向崔天凯讲述了有关日内瓦俄美峰会的情况。距离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只剩31天，在新冠疫情的困扰下，如何举办好这项体育盛事，同时又做好防疫工作，对于日本政府来说是巨大的考验。除了加强自身防疫，日本还要求印度等11国参加奥运需要严格检疫。印度对此表示强烈不满，称日本这一做法是对印度的歧视。日本中央政府、东京都政府、东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周一召开5方会议，正式决定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上限为场馆容纳人数50%以内，且最多1万人。7月23日的开幕式涉及的奥运相关人士以及赞助商、媒体等人士较多，总入场人数上调至2万人。不过，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也表示，若奥运期间发生紧急事态，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将不惜空场举行。最初，东京奥运会原本预计要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共计1000万名观众，现在不接受海外游客，将造成约合87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日本国内观众人数也减少一半，大概损失43亿元人民币。目前，开幕式、闭幕式以及田径项目门票几乎全部售罄，其他项目门票已售出42%。东京奥组委将考虑再次对门票进行抽签。日本疫情近日有所缓解，东京都等9地解除紧急状态，但现有确诊患者仍超过22000例，其中重症721例，周一单日新增确诊868例。此外，日本疫苗接种率非常低，接受了1剂疫苗注射的不到17%。由于疫情严峻，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名奥运志愿者宣布退出志愿服务。目前，东京都正加速为工作人员及媒体人员接种疫苗，运动员疫苗注射已经从6月1日起展开。国际奥委会表示，奥运村和残奥村的接种率目前为75%，希望到开幕当天可以提升到80%以上。但日本社会对此仍表示担忧。共同社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80%调查对象担心奥运会让疫情反弹。上周六，乌干达代表团的1名成员在抵达日本后确诊感染，成为东京奥运的首位确诊感染者。目前，日本政府对11个疫情严重的国家采取重点防疫措施，但这遭到了印度奥委会的强烈不满。印度方面抗议称，这是对印度代表团的歧视。根据东京奥组委发给印度代表团的指引，在入境日本前7天，印度运动员每天都需要进行新冠核酸检测，且不得与他国运动员发生身体接触，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入境日本后的前3天，印度代表团成员不得入住奥运村，不得与别国运动员一起训练。在比赛期间，印度运动员仍然必须每天测核酸。印度媒体也对东京奥组委强烈不满，强调印度的疫情已经大为好转，每天新增病例只有6万多一点。但日本网友表示，与其说严格，不如说措施还不够。目前，印度是世界上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在印度首次发现的德尔塔变异毒株，不仅传染性高，且更容易导致重症。
如今已传播到92个国家。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近日表示，德尔塔正在成为全球主要流行的变异毒株。